好，各位买好，我是董买买。这期视频跟大家来聊一聊，盘点一下车内即将成为时代的眼泪，或者已经成为过去式的一些产品。那第一个呢，我觉得就是手机支架。如果一个车载导航做得好的话，那你完全是可以抛弃这样的手机支架的。什么样的车载手机支架叫做得好？我觉得如果你买一台智能电动车，你搜索任何一个目标点，它可以把全过程的补能不管是充电桩还是换电站，给你准确的显示出来，告知你哪一条路最快，哪一条路所使用的补能方式最便捷，这个就叫做得好的导航地图。有了这样的导航地图，我真心觉得你不需要去使用手机了。这还没完，当你的手机跟你的车机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之后，其实你的整个导航将会上升一个新的体验。来给你们演示个特别厉害的手机跟车机的互联啊！传统上你要看到这家店，你是不是得把地址发送到微信群给别人啊？在这里我们只要点一下复制，好，看到没有？车机这里直接出现了地址，点一下，直接就开始导航了，特别简单。再给你们看一个更狠的，我现在用的手机是苹果的 iPhone 15 Pro， 它压根儿不是 New Phone。这个时候，比如说我现在想去三亚凤凰机场，好，我手机上搜索，看到没有？车机上1秒就出现了。方不方便？就问你方不方便？谁还在导航地图上用手动打字啊？是不是？第二个，我觉得是 ETC 几乎是每台车的必备啊！经常跑高速的同学们都知道，往往就是 ETC 的车道都是空的，边上的那些付费车道排队老长的。那 ETC 呢，早期我们被迫都要使用这种外置式的 ETC， 老大的一个盒子，长得特别难看，而且那么巨大一个，有时候还会遮挡视线。但是等你买了智能电动汽车之后，整个 ETC 可以跟车内无缝的结合起来，你都看不到整个 ETC 在哪里。然后激活以及日常的付费都使用微信支付，非常的简单跟方便。如果你不需要使用 ETC 的时候，你还可以在车中临时的把它关闭，这就是智能电动车所带给你的优越性。你既可以保持 ETC 的全部功能，又可以让你的车玻璃变得无比清爽干净。还在用点烟器转 USB 去给手机充电吗？朋友们，车内必须要有一个无线充电板。现在不支持无线充电的手机应该已经很少了吧？什么你说你的手机特别多怎么办？那车内也要支持 PD 接口啊！买一台智能电动车，车内给你提供4、5个60瓦的 USB PD 的接口不管充手机还是充笔记本电脑，都可以轻松的完成。行车记录仪也算是行车的一个必备的东西吧，买车的时候总归是要买一个的。如果你使用外置的行车记录仪，你不仅把这个行车记录仪贴在车上，这个样子不好看，其次你还要处理整个行车记录仪的排线，它需要绕着这个挡风玻璃走一圈，插到车里面的点烟器上。哎呀，这个工程量有一点大，而且长得其实特别难看。但是如果你买一台智能电动汽车，行车记录仪不仅有前向视角，还有后向视角，左右侧后方视角全部给你做完，车前底部视角也都有，随时随地看回放。什么你要导出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怎么办？你还得用 U 盘去导出吗？完全不需要。智能电动车的行车记录仪已经可以通过手机 App 直接连接，车机上选择你需要导出的视频，点击发送到手机，一切就是这么简单的完成了。再也不需要 U 盘，再也不需要数据线，再也不需要去找一台电脑来编辑。纯电动不妥协，城市用电成本低，长途换电效率高。这是换电站换电，我等一个3分钟就行了。这边是充电桩，我不信有哪个充电桩可以3分钟把车充满然后走人，再多的充电桩也没这个速度呀。买台智能电动车，换电站3分钟满电出发，自动排队、自动泊车，永不分流，充电1秒1公里，换电可以做到1秒5公里。从此告别超充排队分流降功率，告别下车拿又笨又重的充电桩，即使在雨天也不用踩着雨水去充电了。有些东西你已经用的习惯了，并不代表它是先进的东西。这些时代的眼泪，你还在用几个呢？来评论中聊聊你的看法吧。好，这个是本期董买买的视频，希望你能喜欢。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，不要忘记评论区订阅董买买，买买的头条、B 站、微博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